Hello， 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实用的方底篮子包包，它的设计重点在于方形的底部，使包包可以立起，并用2种对比色以圈构的方式构成简约的线条，休闲随性的包身，可以选择手提，也可以侧背，是日常的百搭款哦。让我们一起来钩织它吧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粗细约 1.5 毫米的圆骨棉线，使用米白色以及天蓝色，而工具上使用了 3.0 以及 3.5 的钩针，另外还有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。而成品的完成尺寸，包包的高度有33公分，而宽度有31公分。首先我使用天蓝色的线，使用 3.5 的钩针，左手绕线环起，环起之后钩织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，接着第一圈8个短针，我在第一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针。接着剩下的7个短针，8个短针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。接着在第一个短针的后半针上引拔，将头尾相连。接着我们将蓝色修针取下钩针，并且在线圈上放上记号扣，以防脱落。接着我们从第2个针目重新引白色的线，我们以白色钩织第2圈，第2圈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。接着同一个针目里钩织小括号的内容，1个短针1个锁针再1个短针，我在第1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，接着小括号里的锁针，小括号里的这个锁针我也都放上记号扣，这里会是方形底部的转角。接着同一个针目里的第2个短针，小括号结束1个锁针，接着空1针，再从下个针目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在这一圈一共重复中括号的内容总共4次，小括号里的内容是钩织在同一个针目，而每次小括号里的锁针我都放上记号扣。第2圈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短针的后半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白色的结束位置相较于蓝色会往左偏移1个针目。接着我们将白色修针取下钩针，在线圈上放上记号扣，以防脱落。再将钩针穿回蓝色的线圈，并且调整线圈的高度，使得钩针在第2圈之上。接着第3圈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，我们将钩针越过第2圈，而穿进下方的第1圈第1个针目的后半针，钩织1个短针，这个短针会包覆着上一圈的锁针。我也是在第1个短针上放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1针。接着1个锁针，一开始的时候记得将上个颜色往后摆，以避免勾到它。接着我们跳过下一针，也就是第2圈的第1个短针，然后在放置记号扣的地方，也就是这个转角，穿进锁针下方的空间，
钩织小括号的内容，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加一个短针。而小括号中间的那一个锁针，我也放上记号扣，以辨别它是一个转角。小括号结束，一个锁针，这个锁针会对应着下方的第二圈短针，跳过第二圈的短针，这样是一次完整的中括号内容。接着在下一针锁针的下方，在上上圈的针目挑后半针，开始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在这一圈，中括号的内容一共重复钩织4次。小括号里的锁针都放置记号扣，而当底部的正方形越来越明显时，如果你已经可以辨识转角的位置，那么就可以不用放。第3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的后半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到目前为止，底部的方形已经越来越明显了。接着将蓝色袖针，又将钩针穿回白色的线圈，并且调整线圈的高度。之后你会发现，偶数圈的起始位置都会在奇数圈起始位置的左方。第4圈，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。接着钩针越过第3圈，而在白色的第2圈第一个针目，挑后半针钩织一个短针。第一个短针我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针。接着一个锁针，跳过蓝色的短针，接着遇到上一圈做记号扣的地方，也就是转角，穿进这个转角锁针的下方，钩织小括号的内容，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加一个短针。接着又一锁针，跳过蓝色的短针，在蓝色锁针下方挑上上圈的白色短针后半针，钩织一个短针，再一个锁针，再跳过蓝色的短针，之后继续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中括号的内容也是重复钩织4次。而你会发现，当我们在钩织短针的时候，都是钩织在上上圈同样的颜色当中，比如白色的短针就会钩织在上上圈白色短针的后半针，而蓝色就钩织在蓝色短针后半针上，这样每个颜色的线条就会串联起来。而转角的地方进行加针，以拓展正方形的底部。在钩织最后的引拔针时，如果发现上一个颜色的引拔针松了，那么将它拉紧一些，注意上个颜色的线圈都要维持在织物的后方，而结尾都是引拔在这一圈的第一个短针后半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而每一次修针换色之后，都将上个颜色往后摆，并且调整线圈的高度，再进行下一圈的钩织。之后我们就按照文字解的规律进行钩织，完成包包的底部。而在钩织的过程当中，奇数圈与偶数圈轮流交替颜色钩织，中括号与大括号是重复钩织的内容，而小括号则是钩织在转角。而你会发现，红色是每2圈循环钩织增加的规律，而绿色则是在每一次奇数圈所增加的循环钩织规律。我们依此规律钩织到第27圈。随着圈数的增加，你也会发现这2个颜色的线条会从中心向外慢慢延伸。而钩织完第27圈，这个正方形的织片2个对角的长度会是31公分，而这也会是包包的宽度。你可以借此调整包底的钩织圈数，建议包底的圈数最后是落在奇数圈。之后我们往上钩织包身，我们会在这4个转角继续加针，而从第一圈所衍生出去的蓝色线条，就是长方形4个边的中心。在这几个地方我也放置记号扣，正方形的4个边中央我会进行并针。接着第28圈，现在是白色。第一针我们会将上上圈的最后一个短针与第一个短针进行并针，
先钩织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将钩针穿回上上圈的最后一个短针，挑后半针，带出线来，跳过蓝色的短针，再继续插入第一个短针，也是挑后半针，带出线来，合并钩织一个短针。这就是第28圈的第一个并针。我们已经将最中央的2条白色线条并在一起。我在第一个并针上放置记号扣，而之后循环钩织一个锁针，跳过上一圈蓝色的短针，在上上圈的针目后半针钩短针，重复钩织12次。接着一个锁针，跳过上一圈转角的短针，也是在转角的这个锁针下方钩织小括号的内容。接着继续重复钩织第二个中括号的内容，总共12次。接着我们会遇到正方形的一个边，这个正中央的记号扣，我们在它的两旁挑上上圈的白色针目，也是挑它们的后半针，合并钩织一个短针。这是第28圈的第二个并针，而之后遇到第3个、第4个并针也是一样的钩织方式。接着按文字节内容继续钩织，大括号的内容总共钩织4次。大括号的内容重复钩织完毕，引拔在第一个并针上将头尾相连，不需要挑后半针。接着换色，以蓝色钩织第29圈。现在蓝色的起始位置会是在白色第一个并针的后方，之后的并针在前一个颜色并针的两旁挑上上圈2个相同颜色的后半针，合并钩织一个短针。先将钩针穿进右方的上上圈后半针，跳过白色的并针针目，在它的左方穿进上上圈的蓝色后半针。在钩织并针时，最后一个线圈距离有点远，注意最后一个线圈不要拉得太长。再引拔所有线圈，完成一个并针。每多钩一圈，并针两旁另一个颜色的线条也会往上合并。接着按第一个中括号的内容重复钩织12次。而转角的地方也是钩织小括号的内容。在遇到上一圈的并针针目之前，会剩下2个针目，我们跳过上一圈的短针，在并针针目的两旁，在上上一圈的蓝色挑后半针，合并钩织短针。这里又是重复钩织大括号内容的开始。每钩织完一次并针，我就会在并针上放记号扣，这样我在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时，就不用特别去数针目。而结尾也是引拔在第一个并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接着我们也是以2个颜色轮流的钩织第29圈，一直到包包到我所需要的高度。我选择钩织到偶数圈结束，也就是白色那一圈。接着我将白色断线，我以 3.0 的钩针，并且用蓝色为它收边。第63圈，一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第一针是一个并针，并针的方式如同之前，在上一圈并针的两旁挑上上圈的蓝色后半针，合并钩织短针。接着下一针会遇到白色的短针，直接在白色的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。而下一针则是越过锁针，挑上上一圈的后半针，钩织短针，如此重复钩织。
而转角仍是钩织小括号的内容。接着按后续的文字解钩织到结束。而这一圈第二个以后的并针都如同29圈。第63圈循环钩织结束，也是引拔在第一个并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接着第64圈，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织第一针并针。我们将这一个并针旁边的2个针目，也就是上一圈的最后一个针目与第二个针目合并钩织一个短针。接着我们可以按后续文字解完成这一圈。原则上一个针目钩织一个短针，而转角钩织小括号的内容。并针的方式如同第一个并针，结尾也是引拔在第一个并针上将头尾相连。第65圈，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接着钩织第一个并针，也是将第一针两旁的针目合并钩织一个短针。接着再2个短针，2个锁针，又空2针，而所空着的地方会是穿进背带的孔洞。如果不为它做长背带，你也可以选择不留下这个孔洞。之后又连续22个短针，而接下来我会钩织包包的提手，每一圈的起始位置会在包包的侧边。接着继续钩织60个锁针，这个提手的长度也可以自行决定。60个锁针结束，跳过带口的 V 型，从下一个转角开始连续钩织22个短针。接着是包包的另一侧，这里也会有背带的孔洞，钩织2个锁针，再空2针，又2个短针。而从下个针目又是一次中括号的循环钩织，如此包包的两侧都会有2个孔洞。中括号循环钩织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并针上将头尾相连。而接下来的3圈都是循环钩织中括号内容2次，一个并针之后，在每个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。遇到锁针的孔洞时，直接挑起锁针链钩织2个短针，而结尾都是引拔在第一个并针上将头尾相连。第68圈结束，断线，利用缝针将线头藏到包包的内侧，这样包包就完成啦。接着我钩织罗马绳作为它的背带，我使用米白色 3.5 的钩针，锁边起针，钩织3个锁针，
我先在第3个锁针上放上记号扣，接着将钩针逐一穿进第2个与第1个锁针，再带出线来。在钩织罗马绳的过程当中，所有的线圈尽量松弛，不要勾得太紧。接着引拔所有线圈，完成一个并针，接着将织物翻面。在钩针上的线圈左方，这里会有一个针目，我们会穿进这2条线底下钩织。钩针上的线圈要尽量放松。我们将钩针穿进这个针目2条线的下方，再带出线来。接着继续穿进做记号扣的地方，也就是第3个锁针，再带出线来。再一次引拔所有线圈，接着继续将织物翻面，同样穿进左方的针目，带出线来。而此时最左侧这里有3个线圈，一并穿进这3个线圈，再带出线来。接着也是引拔所有线圈，之后就重复翻面钩织的动作，尽量让钩针上的线圈保持松弛的状态，钩针在穿进线圈时会比较容易。我们如此钩织，将罗马绳钩织到我所需要的长度，大概是150公分。绳子到所需长度时，引拔断线，将绳子2端的线头利用缝针藏好。接着我们将绳子的2端分别穿进包包侧边的孔洞，像这样先将绳子从包包的外侧穿进内侧，再从内侧穿出。绳子的一端在左侧大概留25到30公分，接着像这样子为它打一个活结。这样的活结方式可以让我们方便地调整背带的长度，而包包的另一侧也是以相同方式穿进背带的另一端打活结，这样这个具有简约条纹，同时具有手提以及斜背2用功能的方底蓝型托特包就完成啦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喜欢的朋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也欢迎您的留言。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